大家好，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自论轴承的认识篇。那什么是自论轴承呢？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实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自论的意思就是它自己可以去做润滑。当然前提呢，也不是说都不用上油，而是减少上油或是免上油的一个零件。那这一部分呢，它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自论衬套。那部分呢，它可能是以平滑式或是平板式的形式来呈现。那今天就来介绍一下，那这一个零件呢，跟我们以往所知道的轴承又有什么样的差异性，以及说我们在选用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契机我们会用到这个零件呢？那这里我们要怎么认识跟了解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衬套的使用的一个契机。那这里呢，我们先来大致上了解一下。第一个我们来介绍直线轴承。那直线轴承呢，不外乎它就是往复的直线运动，所以呢，它是不能够有旋转的。所以它的限制在于说，我只能直线的往复运动。再来，一般我们所常看到的深沟滚柱轴承，这类的呢，它是属于我们可以做滚动的运动。那前提在于说呢，我们不能够往复直线运动，不能这样做，它只能做旋转，不能往复。那直线轴承只能往复，不能旋转。那关于自论衬套呢，你可以旋转，也可以往复，两个方向都可以使用。那这个就是它的优势在。再来呢，我们要看到说，一般我们所看到的直线轴承或是滚柱轴承，它的体积空间相对都会比较大，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在一些极小的一个结构上呢，我们如果需要有润滑的一个零件呢，我们使用这类的自论衬套就会蛮适合的。第三个那再来呢，我们当然就是考虑到成本的问题。自论衬套呢，相对于一般我们所知道的轴承呢，就是价格是会比较便宜的。那再来呢，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一般我们有滚珠的这些轴承呢，它的摩擦系数比较低，而且呢，它的转速，我们传递的转速可以比较高。所以我们在使用衬套要注意到说，我们的转速呢都不建议于太高，尤其是高转速的是非常不适合。如果是高转速的，还是建议呢，我们用一般的轴承才会合适的。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那我们衬套呢，它相对于轴承呢，它更能耐高温或耐低温或耐荷重，这方面的表现都是不错的。甚至于有些地方呢，我的结构或是我的环境不需要有一些脏污的，因为我们如果用轴承呢，一定会有油，它可能有你必须要保养或是油会渗出来污染的问题。那我们自论衬套就可以克服，以及说有时候呢是在水或是海中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呢，自论衬套呢它就能发挥出更大的效果。这是一般我们滚珠的轴承呢是没有办法去有这么好的表现。那最主要我们还是要选用合适的环境跟使用的条件来选用这个自论衬套咯。那这里等一下来介绍我们这几种种类，以及说使用范例以及它的特性在哪里咯。首先呢，我们来看衬套型的。那一般我们看到这类的呢，都会比较薄型的所以它呢可能是用高速冲床成型之后呢那因为内部呢它是有一个批复的一个材料它有可能是类似铁氟龙或是一些比较润滑的一个材质所以能达到说润滑的功效所以它的润滑的功效的地方在于说是它的内径的地方所以外径呢要跟我们的一个加工件做配合当然它这边有它的一个公差的定义那这边呢我们就看我们的规格这边就不再另外探讨这部分不同的一个规格它有不同的公差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当然内径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它的润滑的地方在于说它内径这里那衬套的部分呢有分有剖沟跟没有剖沟的那这部分呢就是使用的时候你可能压进去的公差有所不同，以及说你可能场合的关系也会有不一样的选择那通常这两种也是蛮常见的那一般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不外乎就是一个简单的往复运动，或是你有单纯的稍微旋转的那这一部分呢，我们这里呢，我们所示范的呢是单纯直线往复运动，而且这里呢我们会注意到前提在于说它的速度这个往复的速度是没有很快的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运用这一种衬套的时候呢，它是适合低速的如果是高速的话，我们就不适合的
这是它一个材料的特性。那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那这里呢，它的这个结构呢，就可以很单纯、很简单。我们一般压进去的时候呢，就是做紧配，所以呢，就不用像一般的轴承，你还需要其他的零件来把轴承的地方做固定。那固定的时候呢，它轴承又有分内外圈，我们要固定的时候又要特别小心。以及说跟新轴配合的地方呢，我们还要上油等等的。上油完之后，有一些地方甚至我们还要装油封那这样呢，我们零件相对的成本都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运用到自论衬套，第一个呢，我们在这个保养的部分呢，当然省去很多时间。另外呢，在于说我们的结构呢，相对的它使用的空间就会比较少结构相对也会比较单纯所以我们用在这种剪字具或是简单的这种运动往复或是旋转运动呢，就非常适合衬套那这部分呢，就让大家来参考一下它的运用的用途咯。再来呢，我们来介绍法兰型的。那法兰型，我们来看第一种，一样是剖钩式的那这里呢，跟前面所介绍的是非常类似的，一样是用高速冲床成型之后呢，呈现这个形状所以我们看到它可以做润滑的地方呢，是它这个内径的地方以及这个法兰面的地方这两个面可以去做润滑，所以呢，它这边的表现可以是旋转的时候，我们这个面呢是可以比较滑顺的，以及说这里呢里面呢，我们是可以做往复的直线运动跟旋转运动，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很适合运用在我们如果有的地方呢，它是需要做旋转以及往复运动的时候，而且这个面必须要贴合在我们结构上呢，我们用这种法兰面的呢就非常的适合这里给大家做参考。再来第二种法兰型呢，在于说它的法兰型呢是在法兰面的地方呢这个凸起来的地方就是法兰面的地方呢，我们有螺丝孔所以我有螺丝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装配。这部分在于说我们在装配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已经有螺丝孔可以给我们做锁附。那一般这种呢有附螺丝孔的法兰型呢，通常它的壁厚就会比较厚因为呢它是要直接锁附在我们结构上相对的它的本身的材料呢必须要做厚一点，那它强度才会比较好。那如果是这种冲床成型的这种的呢，一般呢都会比较细薄的，我们可以用在一些简单的结构空间可以狭窄的使用。那我们来看一下运用范例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使用的时候呢，一般一样是做一个简单的往复运动。那这边呢范例所示范的呢是法兰型锁螺丝的，所以这部分呢就是单纯的给它做往复的直线运动。那这个结构，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是运用气压缸，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有进气跟出气算是调出入气的一个调节阀那这边手动调节阀，我们调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控制它进气跟入气的一个速度简单的做控制那这里呢那这边因为是汽油压的元件就没有另外探讨主要呢我们就是做在这种法兰型的，我们运用这里呢另外一个结构来辅助这个我们的这个结构呢做一个定位的一个动作那主要呢就是用这种的简单的一个零件，我们就不需要再用到一般的直线轴承那用到直线轴承的话，我们就有一些保养的问题以及公差的问题甚至说有时候呢，我们因为它里面有钢珠，如果钢珠做污染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零件可能会有损坏的问题所以我们运用自论衬套呢，就可以解决这些克服这些问题。那相对的结构也会比较简单那成本空间等等的，我们就可以把它降低下来。再来呢，来介绍比较特殊的是平滑丝板的那就是垫片、垫圈都是这类的，以及说平板式的。那平板式的呢，我们比较适合把它称呼成耐磨片。有些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要滑动的一个元件，那我们可能会运用这种平板式的，我们把它称作耐磨片，锁附在我们的一个结构上来做一个滑动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它会比较滑顺一点它的摩擦系数比较低那再来呢，它有可能呢是耐磨的，所以呢，我们可以长时间的去做使用，我们也没有保养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就自带润滑是相当方便的。那部分呢，我们可能用垫圈滑丝也是运用类似这样的原理，你可能需要做一个面与面之间做一个滚动有点类似指推轴承的一个原理
像部分有一些呢是铁氟龙滑丝，或是铁氟龙胶带，或是铁氟龙的平板，也是类似这种原理。其实呢，它们都是大同小异的。那这一部分呢，我们看到黑点的地方呢，就是这部分呢，它是属于铜合金。那铜合金呢，有埋石墨，那一样呢，也是做一个润滑的一个功效。那等一下后面会来介绍铜合金的部分呢，再来做一些探讨。那这里让大家了解一下，也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形式的一个润滑的零件哦。再来呢，要介绍铜合金的形式。那这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一般铜合金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衬套型的跟法兰型的。那一般这种呢就没有剖钩式的。因为铜合金呢，一般我们都这边壁厚会做比较厚一点。然后呢，有一些呢就会有我们画面上看到这种黑点，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会埋石墨，一样是要增加它的润滑的功效，所以呢它就是有一些滋润的一个功效。那这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尤其是铜合金，我们刚所介绍的，当然前面有讲到说，我们都比较适合中低速的一个运用，无论是你是往复或是旋转呢，都是适合中低速的。那我们在铜合金这边呢，就要特别注意，我们呢是比较适合低转速的，以及说我们要耐重，这个部分耐重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转速千万不要高。那这边你可能会好奇说，那为什么呢？在于说呢，我们的铜呢遇到热会怎么样？会有热膨胀。那热膨胀会发生什么事？你可能呢？你这个材料可能会有一个收缩的问题，它可能膨胀呢变大，或是哪里变小等等的这些公差问题，所以导致说你可能里面是一个心轴，那你的心轴呢做高速的旋转，那过没多久你就会发现说你的结构呢整个咬死了，因为在于说我们在这个运用上呢，没有考虑到铜的热膨胀，这样会导致说我们的结构咬死，反而呢是没有办法使用的。虽然呢，那有一些规格它会标榜说它的耐热温度可以到几度，但是呢，如果你在这种高转速的情况下呢，这一部分就会有热膨胀的问题，这边各位要特别注意因为这边呢可能在运用上呢，本来是它的优点，反而呢就变成它的缺点，整个结构咬死之后呢是没有办法去做运转的，反而呢你原本用轴承还比较好那你为了呢要省成本省材料，或者是说你要节省呢它的受腐的问题，反而受腐的问题又跑出来，又变得更多那这部分就是得不偿失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一般呢我们在用这种铜合金的时候，也是用在这种比较简单型的它一定是呢不是高转速的低转速的它的运动的方向，你可以是耐很重的，像有一些起重机或是一些重型的一个类似天车等等的这类的机具零件呢，用这种铜合金或是刚刚所介绍的滋润衬套等等的都是非常合适的但你在使用的时候千万要记得不要用在高转速的地方，像是马达那千万不要，因为它一旦有摩擦之后呢，一定会产生热就会热膨胀，导致说结构会咬死那这边各位要注意这一点最后呢，来总结一下滋润轴承的认识篇那这里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滋润轴承它的一个特性跟优点它可以耐高温耐低温，又可以耐荷重，而且呢它又可以免保养或是减少保养甚至于它能在水中海中这种环境呢来做运用。那有这么好的特性，那我们何不把它整个取代轴承这个零件呢？那其实呢并不是这样使用的，我们还是要选对环境轴承它还有其他运用的必要，像是我们要高精度，或者是呢我们的要高转速这部分就非常适合钢珠的轴承来运用因为钢珠呢我们从它的结构来看，它就是属于一个点接处那这边有兴趣的，我们可以到轴承的认识篇以及直线轴承的认识篇这里都有其他这方面轴承的应用的一些探讨跟说明
哦，那这里呢，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一部分呢，是属于我们在滚动或是滑动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有另外一个选择，因为呢，我们往往都会使用轴承这类的元件，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可能结构上其实是要简单的，或者是说它的环境呢，可能会不适合，它可能要耐非常重的，或者是它在水中等等这种的，就比较不适合轴承类的。那这里呢，我们前面有介绍几种，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去选择。那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在用衬套的时候，除了公差配合以外，这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是不适合用在高转速的。因为它是属于我们中低转速在使用特别是铜合金铜合金我们如果用在高转速高转速产生热就有热膨胀可能结构会咬死最坏的你可能假设是马达，可能还把马达或是控制器或其他的元件呢给弄坏掉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不适合用这种高转速的地方这边要让各位来留意一下。以及说我们如果在用高精度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建议使用轴承、钢珠这类的。这样子呢，我们要选对场合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功效咯。那今天的介绍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